俄罗斯总统普京上月曾表示，莫斯科将使用一切手段保卫俄罗斯和我们的人民。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随后表示，必要时俄方会使用核武器守卫新领土。就此，西方舆论也掀起了一波俄罗斯核威胁的炒作，甚至煞有介事地宣称，俄方向乌克兰前线派出了一辆核战争军用列车，仿佛核战一触即发。对此，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完全遵守不可发生核战争的声明，并驳斥称不想参与西方传播的核言论。美方也宣称，未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正准备使用核武器。据英国《泰晤士报》周一报道，北约提醒其成员国，俄罗斯将在乌克兰边境开展核试验，以此表明俄方有意愿使用核武器。报道还称，俄方向乌克兰前线派出一辆核战争军用列车，为乌克兰冲突的重大升级做准备。该列车上设备归俄罗斯国防部负责储存、维护、运输、发放中央核武器储存设施中核弹药的第12管理总局所有。《泰晤士报》称，有俄国防部高层人士透露消息，普京更有可能在黑海展示核武。当下在俄乌冲突的这个战场上，俄军确实有一些不利。所以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可能俄罗斯要对外有一些威慑的动作，因此不排除它相关的这样一些举动可能是要进行一些相关武器的实验，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啊。英美所说的核战争军用列车，实际上是苏联时代就存在的铁路导弹系统。受美俄上世纪90年代初签署的第2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罗斯到本世纪初已经将全部导弹列车废弃拆除。2012年，俄罗斯开始研发新的巴尔古金铁路导弹作战系统，作为北约在俄罗斯边境建立军事基地所带来的战略威胁的回应。总共计划部署5列火车，每列将携带6枚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巴尔古金首次试验2016年在普列谢茨克发射场成功举行，但在2017年12月，该项目被叫停，原因是需要将资金转移到战略火箭武器领域的其他更优先项目。巴尔古金作战系统近年有重启迹象。尽管广阔的国土以及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成为俄罗斯部署铁路导弹系统的天然优势，但铁路导弹系统也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首先，维持一辆核列车需要强大的后勤设施，非常昂贵，而且洲际战略导弹的弹体直径较大，导弹列车外形尺寸也较大。尽管说是跟普通列车一样，但实际上很好辨认，平时储存隐蔽较困难。另外，铁路发射的弹道导弹设计寿命非常低，只有其他弹道导弹的1半左右，所以铁路弹道导弹系统只能作为陆基机动发射和地景发射洲际导弹的补充。据路透社报道，针对英国媒体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二作出回应。Вы знаете, в западных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у западных политиков, у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ейчас очень много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 ядерной риторике. Мы принимать участие в этом не хотим. 而对于盟国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上周6表示，俄罗斯应该考虑使用低当量核武器。佩斯科夫在周一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是根据相关文件规定使用核武器，除此以外不能有任何其他理由使用核武器。2020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俄核威慑政策，具体列出俄方使用核武器的4种情况：一、获悉弹道导弹攻击俄罗斯及其盟友领土的可靠信息；二、敌方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俄罗斯及其盟友领土；三、敌方攻击俄罗斯重要国家或军事设施，导致这些设施无法运行，使俄罗斯的核力量响应中断；四、俄罗斯遭受常规武器侵略，导致俄罗斯生存受到威胁。这是俄罗斯第一次公开发布比较详细的核威慑政策。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周二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核不扩散和军控司司长叶尔马科夫在向联合国大会第1委员会的致信中表示，俄罗斯完全遵守拥核5国领导人关于不可发生核战争的声明。俄方还认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保持5个核武器国家都遵守不允许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发生任何战争的假设。国防部长说不适用啊，然后梅德韦杰夫又有发出其他的一些言论。我觉得这可能本身就是一种模糊战略，包括普京自己说的一切的可能的手段，其实也是这个目的，就是让对手琢磨不定。可以说包括核武器的选项，然后对对手包括乌克兰，包括后边的西方有一个综合的一个威慑。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周二也在记者会上说，未发现俄罗斯正在准备使用核武器。
We take any nuclear weapons or nuclear saber rattling very seriously here, but I do want to say, that we have not seen any reason to adjust our own strategic nuclear posture.